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萨偏偏。网飞新出了一部穿越剧，里面的女主角不仅魂穿到了过去，还随机附到了6个不同的人身上，而且每一个人都和一宗30年前的悬案紧密相连。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这部悬疑奇幻青春剧《莉亚的7重人生》。故事开始于一场合谷的 party。17岁的小白是个连高中都毕不了业的学渣，生活的不顺加上原生家庭的压抑，让痛苦不堪的他决定找个安静的地方一了百了。一大把小药片眼看着就要送进嘴里，没成想天不从人愿，小白忽然被什么东西绊倒了，定睛一看，乱石间赫然藏着一具干尸，尸体的手腕上还挂着一个镯子。小白连忙报了警，年纪轻轻的他就这样被卷进了一桩悬案。没想到来接他的妈妈不但没有安慰，反而尽是抱怨。回到家，小白随便敷衍了爷爷奶奶几句，就回到了卧室，只想赶紧结束这糟糕的一天。第二天，小白醒了，他变了，变成了一个留着爆炸头的阿拉伯人。既然这人特征这么明显，我们就叫他阿豹好了。看年龄，阿豹应该和小白差不多大。就在小白蒙圈的时候，一只银镯子掉了出来，这分明就是干尸手上的镯子。难道说那具干尸就是阿豹？小白这是穿越到了死者生前了。可小白压根就不想管干尸的事，一心只想回到自己的身体里去。他拼命地向阿豹的父母解释自己不是阿豹，可就是没人相信他。只有阿豹的弟弟第一个察觉出哥哥的反常。谢天谢地，终于有人相信小白了。小白赶紧把自己的经历告诉阿豹的弟弟，真正的阿豹死了，他现在是借尸还魂。Je suis pas moi je m'appelle Léa。不料弟弟听完，内心没有掀起一丝波澜。看过不少科幻小说的他，淡定地表示问题不大。既然你是因为接触到了我哥的镯子才变成了我哥，那就去当时发现镯子的河边看看，说不定会有新发现。好主意啊！弟弟指完路以后，小白立刻出发。他想拦一辆顺风车，载他去河边。记住这帮种族分子，他们后面还会登场。好不容易，小白搭到了一辆车，车上的他对自己的新身体充满了好奇。可是越走，小白越觉得不对劲，街道上一股浓重的复古感迎面扑来，无论是人们的穿搭还是妆容，都和他生活的年代有很大的出入。直到看到《终结者2》的巨幅海报，小白才恍然大悟，自己居然一觉穿到了1991年。小白想打给自己的闺蜜求助，可闺蜜1991年还没出生呢。正当她陷入绝望之时，一个留着大波浪的女人不由分说就把小白带去了一个地方。巧了，正是小白30年前的家。在那里，小白遇到了自己年轻时的爷爷奶奶。既然这里是自己家，那肯定就不只有爷爷奶奶。爸爸妈妈。不得不说，小白真是好眼力。这爸妈和30年后除了性别一致，全身上下基本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，甚至连身高都不一样，这他都能一眼认出来。看来这个叫阿豹的小伙子当年和小白的爸妈关系匪浅，3人组了一个乐队。而大波浪是唱片店的老板娘，她联系到了一个表演机会，只要通过大波浪的试镜，乐队就能站上主舞台表演。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白马反手甩给阿豹一个贝斯，让他演奏。小白毫无悬念地搞砸了这次试镜，并被阿豹的老爸抓了回去。看来老父亲并不希望儿子搞音乐。回到家，小白发现弟弟对自己也不理不睬。原来他以为哥哥是为了跑出去试镜，才搬出了借尸还魂的说法忽悠他。传过来的第一天，小白就把阿豹的人生搞得一团糟。就在他心灰意冷的时候，忽然间看到了一个笔记本，上面记载了阿豹的一些歌词灵感，还有随手的涂鸦。小白灵机一动，如果找个地方把笔记本埋起来，等自己回到未来的时候，是不是还能挖出来，以此来证明自己确实穿越了？小白趁着夜色刚埋好笔记本，一个戴帽子的哥们儿冒了出来。他是阿豹的同学，家里开了一个果园，阿豹父子都在他家的果园打工。帽子哥自然瞧不起阿豹这个穷光蛋，而且就是他把阿豹不老实工作，偷偷跑去试镜的事儿告诉了阿豹的老爸。俩人也因此结了梁子。等帽子哥离开后，小白回到阿豹的家里，打算洗去一天的疲惫。可当他看到这具健硕的肉体时，突然绷不住了，鬼使神差的自学了一门男性必修课。完事之后，便在浴室里昏睡过去。醒来后，小白居然又回到了2021年。1991年经历的种种，仿佛做了一场梦。醒来以后还是很感动，但小白的生活还要继续。小白发现妈妈有些不对劲，她居然对着手机一脸痴汉笑，这是外头有人了吗？而与妈妈经常见面的那个男人，恰好就是当年果园老板的儿子帽子哥。他们两人之间难道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小秘密？为了验证自己是否在做梦，小白来到了买笔记本的地方，没想到真的挖出了笔记本。看来他的确是穿越了。小白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闺蜜，她知道干尸就是阿豹。通过笔记本来看，阿豹热爱生活，应该不会自杀，所以很可能死于谋杀。但凶手就是阿豹身边的人。由于河边发现的尸体闹得小镇人心惶惶，女警官开了个发布会安抚大家，咱们小镇绝对没有什么连环杀人犯，根据尸体发现的位置判断，应该是意外死亡或者自杀。
不过因为年代久远，暂时也无法判断死者的身份。小白却一口咬定死者就是阿豹，证据就是那个镯子。一听镯子俩字儿，一个大胡子立马激动了起来。相信大家也猜到了，他就是阿豹的弟弟，30年前的那个小胖子。从现有的线索来看，嫌疑最大的就是自己的妈妈和帽子哥。开车回家的路上，小白试探性的向妈妈打探了阿豹的信息。Vous avez été au lycée ensemble, non? Bah oui, on voyait qui c'était, mais bon, on connaissait pas très bien, quoi. 很明显，白妈说谎了。当年爸妈和阿豹是很要好的朋友，怎么会不熟？看来想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就只有指望睡着以后再次穿越了。小白不负众望的穿了，然而他却并没有穿回阿豹身上，而是变成了自己的老妈。小白首先通过墙上的海报猜到了妈妈密码盒的密码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居然藏着阿豹的照片和一个埃菲尔铁塔的钥匙扣，两人貌似还有一个关于巴黎的约定。难不成阿豹和爸妈是一场狗血三角恋？小白走出房间，看到了素未谋面的外婆，没想到外婆的身材如此火辣。小白从外婆的口中得知，妈妈要去上大学，可在他的记忆里，妈妈从来没有上过大学。带着疑问，小白来到了学校，再次见到阿豹时，忍不住小鹿乱撞。经过昨天灵与肉的深度交融，让小白爱上了阿豹。阿豹说自己昨天就跟喝断片了似的，什么事都想不起来，只知道一睁眼就看到自己湿漉漉的躺在浴缸里，而且笔记本也不见了。看女朋友说好兄弟的眼神都快拉了丝。白爸一把把小白拽过来，宣着主权，一不小心亲了自己的亲爹，恶心的小白跑到厕所疯狂洗嘴。不过很快小白就找到了机会和阿豹单独相处，两人翘课来到了大波浪的唱片店。阿豹试图弥补昨天试镜的失误。这首歌是白妈做的曲，阿豹填的词。听到这样的歌词，小白瞬间明白了，阿豹和妈妈果然有一腿。那句不能对你有非分之想，说的不就是对好哥们的女朋友吗？你看阿豹唱得多真挚，连大波浪都感动了，立刻同意他们上台演出。为了庆祝这个好消息，阿豹带小白来到了他打工的果园，偷帽子哥偷偷种植的绿色违禁植物。忽然间枪声响起，小白赶紧过去查看，结果撞见了帽子哥十分睿智的个人秀。被发现以后，小白和阿豹掉头就跑，帽子哥在后面穷追不舍，一枪打中了小白的胳膊，眼看就要追上二人。T'as peur pour tes pompes? Demain, toi et moi au skatepark. On règle ça entre hommes si t'en as. 友好的问候完对方，阿豹赶紧过来处理小白的伤口。La salive. C'est cicatrisant. 虽说是空气枪打的，不用取子弹，但你这急救措施是不是也太草率了？展现了阿拉伯的医学奇迹以后，阿豹开心的往崖边走去。小白突然认出了这个山谷，从这里跌下去，不就是30年后自己发现尸体的地方？难不成今天就是阿豹的死期？原来阿豹把跳崖当游戏，时不时的就来上这么一次。军训过后，阿豹提起了他们要一起去巴黎的事，两人还来了一场鸳鸯戏水。为了确认妈妈和阿豹到底是什么关系，小白打算主动出击。你没事吧？ Karine, pourquoi tu fais ça? On est potes. On a des projets. 看来白妈和阿豹之间是纯友谊，他们口中所说的秘密是要抛下白爸去巴黎唱歌，因为阿豹和白妈知道白爸要留下来进入他父亲的破游乐场，不能和俩人一起去巴黎做八漂。但阿豹不知道的是，白妈也并不是非跟他走不可，他手上还有其他的选择。小白的外婆帮白妈报考了伦敦的音乐学院，考上以后就可以去英国上大学。不管怎么选，白妈都注定要背叛一个朋友。虽然这事儿办得不地道，但从白妈的角度出发，选择哪个方向都比他为了这个小镇要强。小白想不通的是，明明可以有光明的未来，妈妈为什么甘愿留在这里一辈子？再次醒来，回到自己的身体以后，小白打算直接质问这个不争气的妈妈。T'avais plein de talent, t'avais tout pour réussir, pourquoi t'es resté là? 妈妈的欲言又止让小白意识到事情一定另有隐情。他想起白爸会用录像机记录生活，便翻出了白爸当年拍摄的录像带，想找出事件的真相。与之一起找到的还有一本相册，可惜没有设备可以播放录像，只得暂时作罢。来到学校，老师正在讲的移情点醒了小白。当初小白去山谷是打算自杀的，尸体的意外出现恰恰救了他的命。他移情爱上了自己的拯救者，听上去似乎也很合理。之后，小白和闺蜜见到了餐车老板娘的女儿黑妹，闺蜜一直暗恋黑妹。巧的是，黑妹对这种老古董颇有研究，说是回头帮俩人找一台能播放录像带的设备。回到家以后，小白撞见警察正在询问爸妈。验尸结果出来了，死者果然是阿豹。小白本以为能打听到一点有用的信息，结果父母守口如瓶，一个字也套不出来。爸妈是靠不住了，小白只能靠自己。他偷偷解开了老妈的 iPad， 里面的内容让他大吃一惊。老妈果然出轨了，
只不过出轨对象并不是已经死去的阿豹，而是另有其人。晚上，小白听到了爸妈的争吵。白爸出去后越想越气，抄起阿豹之前用过的贝斯砸了个粉碎。无能狂怒的爸爸让小白意识到，永远不要低估一个被戴绿帽子的男人。虽然老妈和阿豹当年很清白，但在老爸的视角，很难不怀疑他俩有一腿。嫉妒或许就是爸爸的杀人动机。On était à la fête de la musique. Il est jamais venu. 白爸还说，阿豹当晚抽了大量的违禁物，而小白刚好知道一个要贩子帽子哥，他的怀疑对象也瞬间从白爸变成了帽子哥，还真是想啥来啥。一觉醒来后，小白居然附身到了帽子哥身上。他被砸窗户的声音吵醒，走到窗边一看，是阿豹前来挑衅。今天就是他们俩人约架的日子。看到自己变成了帽子哥，小白无比恶心。而帽子哥的床上还躺着一个一丝不挂的妹子。Mademoiselle. T'es sérieux là, mademoiselle, c'est tout ce que t'as trouvé? Ouais. 这个女生如此可爱，咱们就叫她甜甜吧。小白成功气饱了甜甜，他收拾好准备去学校，走到楼下，看到收藏架上放着各种型号的枪。好家伙，这么多武器，帽子哥的嫌疑瞬间爆表。世界音乐节是6月21日，如果阿豹在那天死亡，那距离解决阿豹在了今天还有5天时间。小白一定要阻止帽子哥动手，只可惜出师未捷车先死，家大业大的帽子哥再厉害也得听他老爸的话。小白只能坐公交车上学。班里有名的drama queen拽姐也正式上线了。Alors ça, tu vas en prendre un, et cet après-midi, tu vas l'éclater à la bagarre. Fais-moi Mais tais-toi, bolos, je vais éclater personne. 小白在白爸的旧屋里看过案发当天的照片，帽子哥被揍得鼻青脸肿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在约架这天被揍惨了，所以才恼羞成怒杀了阿豹，然后才弃之河谷？小白绝对不能再让这种事情发生。他找了个没外人的地方，想和阿豹化干戈为玉帛。 Justement, c'est pas des ménages, je veux arrêter cette bagarre à la con. On va voir c'est qui l'esclave après la branlée que tu vas prendre. 俗话讲先礼后兵，既然软的没用，那就只能来硬的了。只要打赢了阿豹，帽子哥也不至于会为了报仇谋杀他了。下定决心后的小白碰到了早上一起睡觉的甜甜。小白想为之前的不愉快道歉，可甜甜觉得帽子哥就是想耍他。帽子哥的同伴也在嘲讽甜甜的身材。刚切完不久，约架就要开始了。小白必须赢得这场比赛，可他一个弱女子又怎么会是阿豹的对手？被哐哐暴锤。败局当前，小白使出了女子防身术中的关键一招——一击致命。虽然胜之不武，但小白的目标也算完成了。没想到回到家后，帽子哥的老爸看儿子不顺眼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，甚至还动起了手。难怪帽子哥这么混蛋，上梁不正下梁歪了属于是。而大庭广众之下的深情一吻，也让甜甜对帽子哥刮目相看。晚上，他主动来找帽子哥共度美好时光。小白也没有拒绝，毕竟这是他从未有过的传新体验。一觉醒来后，小白赶紧查新闻。如果之前推断正确的话，帽子哥打赢了这场架，阿豹就不会死于非命。可他还是死了。那阿豹到底是不是因为帽子哥而死了呢？小白不想再猜来猜去了，直接来到帽子哥的办公室。如今帽子哥负责的果园已经成长为了一家大企业，董事长自然是帽子哥的老爸。小白想掏出一点话来，只可惜还没进入正题，帽子哥就被他的富爸爸 PUA 了一顿。趁他还没走，小白直截了当地问了出来 Ismaël Messaouden, vous vous souvenez de lui? Ismaël est mort, c'est triste, mais j'y suis pour rien. 离开办公室的小白突然听到了白妈的说话声，他来询问帽子哥是否对小白说了什么。看来白妈果然知道当年的内情，而二人的亲密举动也证实了白妈的出轨对象就是帽子哥。之后，小白和闺蜜来到常去的那家餐车，发现老板娘的女儿黑妹居然不见了。老板娘说自己从来都没生过孩子，而且连老公也没有。闺蜜也说这是他俩第一次来餐车，从来不认识什么黑妹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正当小白疑惑不解的时候，他看到了老板娘身上的纹身。好家伙，原来老板娘就是当年的甜甜。自己的一时兴起，居然改写了甜甜的人生，还把黑妹给整消失了。闺蜜见小白很自责，主动来找老板娘套话。老板娘说她和帽子哥只是在高中的时候玩玩而已。看来30年前，帽子哥恢复了自己的意识以后，没多久就和甜甜分了手，甜甜也因此错过了自己的真命天子。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甜甜的老公也是她的高中同学。如果不是小白穿回去捣乱，两人应该会在之后相恋结婚，生下黑妹。小白连忙翻出老照片，锁定了她的丈夫大黑。小白用帽子哥的身体和甜甜接吻的时候，大黑还在旁边吃干醋来着。与此同时，小白还发现被他改写了命运的不只是甜甜，还有学校的大姐大拽姐。之前和帽子哥在一起的拽姐，现在在照片里变成了孤身一人。看来小白不能再随心所欲的组 CP 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要弥补自己的错误，把黑妹再变回来。睡着以后，小白再次穿越，这一次他附身到了拽姐身上。
虽然拽姐平日里耀武扬威，可她的家庭却一言难尽。因为信教的缘故，妈妈不能打胎，一连生了无数个孩子。老爸是个混蛋，教出了一对混账哥哥。看来无论是男校霸还是女校霸，归根结底都是原生家庭的锅。之前小白搭顺风车碰到的那车种族歧视分子，就是拽姐的哥哥们。拽姐的哥哥里只有盖哥人还算不错，但因为气质阴柔，长期被其他兄弟霸凌。这天，混蛋爸爸和哥哥们打猎归来，命令拽姐把兔子宰了。他们的颐指气使以及待宰的兔子都令小白感到恶心。他刚要发火，妈妈及时过来解围，让小白上楼去给弟弟换尿布。可他一回到房间，立刻就吐了。也只有盖哥上楼来关心他。除此之外，小白还要忍受拽姐爸爸的嘲讽。但没办法，为了救回黑妹，也为了不制造更大的麻烦，小白不能再冲动行事了。赶到学校以后，小白再次默念，今天的目标是救回黑妹。他找到了帽子哥，约了下课后聊聊。T'es là, tu me plaques, tu m'esquives, après tu roules du cul et moi je dois te suivre comme un toutou. T'as craqué, pauvre meuf. 干了个干！原来拽姐和帽子哥好过，而且还是拽姐甩了帽子哥。看来帽子哥这边是行不通了，小白只能先换个人攻略。他找到了甜甜的未来老公大黑，顶着拽姐的身份，小白只能拼命示好。说到激动处，更是直接吐了。接连的呕吐让小白意识到不妙，自己不会是有了吧？他跑到厕所一验，拽姐果然怀孕了，而这个孩子很可能就是帽子哥的。知道了拽姐的秘密，大黑也承认自己喜欢甜甜，只可惜他现在和自己的哥们儿帽子哥在一起，自己也只能含泪祝福。小白一听，赶紧安慰：“只要你有这个心就成，甜甜和帽子哥一定会分手，到时候就是你备胎转正的好时机。”好说歹说，大黑这边总算是安抚好了。接下来只要再把帽子哥和甜甜搞分手，就大功告成。小白偷偷来找帽子哥，告诉他自己怀了他的孩子。没想到帽子哥非但不生气，还对拽姐言听计从，准备立马就和甜甜分手。看来帽子哥虽然混蛋，但该有的担当还是有的。就在这时，帽子哥被富爸爸叫下楼，楼下站着的居然还有阿豹父子俩。原来富爸爸发现了果园里的违禁植物，咱们之前说过了，这些是帽子哥种的，可他当即反咬一口，说是阿豹种的。富爸爸也很为难，一个是不孝子，一个是干活的奴隶，他当然选择相信儿子。阿豹也因此被果园开除。不过令帽子哥没想到的是，自己的女朋友居然冲了出来，跟随阿豹而去。小白一路跟着阿豹来到了白爸的游乐场。被赶出果园的阿豹无家可归，他让白妈现在就跟自己去巴黎。白妈却犹豫了，他终于和阿豹坦白，自己报考了伦敦的音乐学院，要是考上的话，就没办法和他去巴黎了。白妈也和阿豹大吵了一架。白妈毕竟是自己的女朋友，但阿豹只顾自己，完全没有站在他的立场上考虑。被自己最信任的伙伴背叛，阿豹绝望地走向悬崖，附身拽姐的小白也紧随他而去。阿豹会就此一跃而下吗？之前小白一直坚信阿豹死于他杀，如今经历了朋友的背叛，又无家可归的他，会选择自杀吗？时间关系，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。从前几集的剧情来看，莉亚的七重人生剧本还算扎实。每当你以为是闲笔的时候，到后面都会发现其实是重要的伏笔。编剧就这样一点点的不停的抛给你线索，引导你去探寻当年的真相。另外，演员的演技也很在线。每天醒来，小白都会穿越到不同的人身上，而这些被附身的演员则要一人分饰两角。除了阿豹像新装了2条胳膊以外，其他人的演绎可以说是毫不违和。其中最令人惊喜的当属帽子哥，他饰演帽子哥本尊的时候臭屁又扭捏，可换上了小白的灵魂以后坦荡大方，居然别有一番魅力。回归剧情，到目前为止，小白的每一次穿越都是从一个侧面更深入的走入上一代的青春。一个少年的意外死亡打破了往日的平静，而每一个人又都有杀人动机。阿豹到底是自杀还是被人谋杀？如果是谋杀，凶手又会是谁？小白能否救回黑妹，又能否救下阿豹？欲知后事如何，还等着干嘛？赶紧给片片点赞啊！点赞过8万，咱们2天之内就更完这部奇幻悬疑剧的大结局。拜了个拜。